嗱，或者講咗恒隆嘅業績先啦。嗱，咁恒隆業績咧，咁當然最重要都係101恒隆地產啦。咁恒隆地產咧都係香港咧老牌嘅收租股嘅典範嚟㗎啦。咁咧佢2024年嗰個股東基本利潤啊，即係我哋講基本利潤咧，同呢一個會計嗰個股東利潤咧個分別咧就係佢係唔計嗰個投資物業嘅公平值嗰個升跌㗎，即係之前嗰集都有講過咩叫公平值啦。咁投資物業咧，你每年咧就要計算佢個公平值係幾多嘅。咁如果你公平值係升值咗嘅，咁你咪有盈利咯。如果你公平值係少咗嘅，咁你咪有虧損咯嚇。咁即係話會計準則上邊嘅股東淨利潤咧，係要包括埋呢一個投資物業嘅公允值嗰個損益嘅嚇。咁而基本盈利咧就係扣除咗呢啲投資物業嘅重估收益或者重估虧損嘅。咁咧佢就下跌咗25%啊，都跌得幾多。咁得31億港元啦。咁佢末期息咧就係4毫子啊，4毫港元，就下跌咗33.3%啊，即係跌咗1/3。咁全年股息咧就係0.52元啊，5毫二子，亦都係跌咗1/3啦，33.3。同埋佢提供埋以股代息嘅選擇嚇。咁呢一個業績咧，其實係低過市場預期啊，低過市場預期。嗱，咁佢咧就係收租為主啦，咁所以咧，尤其是佢係以一個內地恒隆咧個收租物業咧喺內地嗰邊咧，佢就以高端或者我哋叫做奢侈品嘅呢一個高端商場為主嘅。但係香港咧高端咧就唔到佢啦。香港恒隆旗下香港呢邊嘅收租嘅商場又好，物業又好咧，係屬於大眾市場嘅嚇，即係佢唔係高端嘅。內地咧佢就係主力係做高端嘅呢一個商場為主啊。咁2024年佢整體個租金收入咧就97億啦。咁咧就跌咗大概5.9% 啦，跌咗5.9%。但係佢上半年咧係跌咗7% 啊。咁所以咧全年嘅跌幅係有相對於上半年嘅跌幅咧係有所收窄啦嚇。咁內地方面咧，內地嘅租金咧就跌咗5%啊，跌咗5%。而上半年咧就跌咗6% 嘅嚇，亦都係跌幅有收窄。咁租務嘅營運利潤咧就跌咗8% 啊，全年跌咗8%，即係話你收嘅租金咁你要扣除啲支出噶嘛。咁營運利潤咧就跌咗8%，而上半年咧係跌咗10% 啊，跌咗10%。所以個租金利潤率咧全年咧係67.8%，而上半年咧係66.6%。呢個係你可以睇成一個，如果係賣嘢就係毛利率啦嚇，即係話你收到租金，你扣除啲必要開支之後咧，大概係67.8%就係你嘅毛利啦嚇，毛利。咁但係咧，如果我哋撇除人民幣嘅因素咧，其實佢2024年嘅租金咧係跌咗3.7%嘅，係跌咗3.7%。而上半年只係跌咗3%，即係話咧，其實係因為下半年個人民幣咧相對冇跌咁多啊，咁所以咧，其實佢以人民幣計算嘅話咧，佢全年嘅租金嘅跌幅咧係輕微咧係差過上半年㗎，即係下半年係差過上半年㗎，只不過因為下半年人民幣匯率相對上半年係比較好咗啊。應該係因為當時我記得舊年9月有個所謂924行情啊嘛，924行情啊嘛，嗰陣時人心哇好興奮啊嘛，即係嗰個中央又講好多嘢啊咁啊，
咁啊變咗人民幣就有少少冇跌得咁多啦。咁但係如果扣除呢一個人民幣匯率嘅因素咧，其實佢個租金咧係差咗嘅。咁而2024年全年嚟計咧，佢內地嗰個零售收租我哋一般分零售啦，即係商場啦，同埋寫字樓啦嚇。咁有啲計埋酒店啦嚇。咁零售嗰邊咧，佢嗰啲營售嗰啲租戶嘅銷售咧，其實係跌咗14%嘅，跌咗14%，全年跌咗14%啊！即係講緊佢租戶嘅銷售額跌咗14%，而上半年咧就跌咗13%。咁即係話咧，下半年都冇改善啦，即係喺佢啲商場嘅租戶嘅銷售係冇改善啦。咁原因就係內地客對於奢侈品嗰個買奢侈品咧就有所減少啊。咁可能有啲去咗日本啊，即係流失咗去日本啊。咁佢旗艦店咧就係上海恒隆廣場啊，個零售嗰個銷售咧都跌咗25%啊，都跌得都比較多啊。但係出租率咧就係比較平穩啊。咁呢個奢侈品嘅高端商場通常都係咁啊，即係就算你嗰個銷售比較差，就算你嘅市道比較差咧，咁出租率咧係可以 keep 到噶。佢哋係唔會，之前我都講過啦，即係1997啊，海港城呢啲高端嘅商場嘅業主咧，佢係唔會犧牲個出租率㗎，即係佢寧願寧願你嗰個租客嘅銷售跌都好啦，咁但係咧佢都係嗰個意思，即係話佢個需求，即係啲高端商場嘅需求咧，都係比較大㗎嚇，咁所以個出租率係穩健嘅。而上半年嗰個商場嘅租金係下跌咗3%啊，如果用人民幣計算就下跌咗3%。而我講咧2024年下跌咗3%，而2024年嘅上半年亦都係下跌咗3%啦。咁呢個就係商場嘅租金就跌咗3%，而商場嗰啲租戶嘅銷售就跌咗14%啊。咁你可以睇到啦，業主受嘅影響係少過租戶啊，租戶嘅嗰個營業額跌咗14%，業主嘅租金咧先至跌咗3%啦。不過如果我哋分啦，因為恒隆咧，如果你睇佢業績報告咧，佢會分佢個商場啊係分做兩種啊，一種叫做高端商場，一種叫做次高端商場。咁其實即係冇咁高端咯嚇。咁高端商場咧係跌咗4%啊。咁全年跌咗4%，上半年亦都係跌咗4%啦。咁而次高端嘅商場咧係增長咗4%啊，全年增長4%，但係上半年係增長5%啊。咁即係話下半年咧就係反而冇上半年咁好啊。咁原因咧就係佢有啲商場嘅出租率咧有回升啊，包括瀋陽啊、武漢啊、大連啊呢啲商場咧個出租率咧就有所回升啊。其實一個商場，如果你唔係高端嘅話啦，如果你係比較偏大眾嘅商場咧，你想個出租率回升咧就比較簡單啦。你租多啲去餐飲店咧，咁你就出租率就會回升㗎啦。餐飲業咧，好多人咧即係比較容易租出去啊，即係開店嘅門檻比較低啊。有啲人咧冇咩好做咁搏下啦，開間賣咩果汁啊乜都好啦，即係容易啲開啊，門檻比較低。咁所以一個商場咧，如果你想提升個出租率咧，都唔難㗎。你只要租俾呢啲餐飲啊，咁就得㗎啦。你甚至租俾快餐店啊，咁都得嘅。2024年嗰個寫字樓相對咧就差啲啊，下跌咗6% 啊。上半年只係跌咗4%，全年就跌咗6%。咁即係話咧，下半年係進一步轉差啦。咁主要原因都係咧供過於求啊，即係內地嗰個寫字樓個供應咧比較多。供應多咧，需求弱啦。
咁出租率就會跌啦。咁呢個就係內地嘅租金嘅情況啦。咁而香港呢邊咧，香港呢邊2024年全年嘅租金咧就下跌咗9%啊。咁上半年就跌咗8%啊。咁即係話咧下半年亦都冇改善啦。咁營運利潤咧就係下跌咗12%。上半年咧就跌咗11%，亦都係輕微，下半年輕微差咗少少啦嚇。咁香港嘅零售租金收入咧就跌咗10%啊，而租戶嗰個銷售額咧就跌咗4%。嗱，咁你睇到啦，香港就調轉喎，租戶嗰個營業額就跌咗4%，但係恒隆咧作為業主咧，佢個租金就跌咗10%喎啊，咁即係話佢嗰個損失係比租戶更加多啊！咁香港寫字樓嘅租金咧就跌咗8%啦。香港寫字樓嘅租金整體跌咗8%啦，而港島咧就係跌咗14%，九龍咧就跌咗九龍就穩定嘅嚇。咁整體出租率都穩定嘅嚇。咁港島點解會跌咗14% 咧？係因為佢個續租啊，我哋叫 reversion。個 reversion 咧就係負面啊，即係話啲租約到期續租咧係減租啊，要減租，咁所以咧個租金收入就跌咗14% 啦。咁至於大家都好關注啦嚇，恒隆其實恒隆好可惜啊。恒隆以前咧係淨現金啊，係好似信和咁樣淨現金啊，幾百億淨現金。咁搞到今時今日咧就係淨負債啊。咁佢個淨借貸啦，淨借貸咧由上半年6月底個466億咧，就進一步增加到471億啦。即係表示咩咧？只要表示佢個資本開支咧係繼續增加緊啊，繼續增加緊。咁佢應該內地杭州嗰個商場啊，應該繼續要投入啦。咁個淨借貸權益比率咧就由上半年6月底嘅32.9% 進一步升到33.4% 啊。咁因為你淨借貸多咗嘛。咁平均借貸成本咧就係4.3啊，就冇上升到喎。佢全年係4.3，上半年亦都係4.3， 2023年亦都係4.3嚇。咁即係話咧，雖然佢嗰個淨借貸多咗，但係佢嗰個成本利息成本嗰個率啦嚇，係保持喺4.3啊。咁佢個借貸當中咧有41% 咧係定咗息㗎，係固定息率嘅。咁而佢有一個好嘅地方咧，就係大家知道啦，香港嗰個借貸利率比較高啫，但係內地個借貸利率咧係越嚟越低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能夠借到人民幣咧，咁其實你係可以借到平錢，同埋可以咧拉低你嗰個借貸個成本嘅。咁而佢呢一個人民幣借貸嘅佔比咧，就由6月底嘅35% 咧，就提升到36% 啊，即係有36%嗰個借貸咧係由呢一個係借人民幣啊，咁呢個係好嘅方面啦。咁呢一個佢如果我用今日嘅股價計出嚟咧 ，P/E 大概8.9倍啦，咁股息率有8.75% 啦。咁不過投資者要關注咧就係咁未來嗰個管理層對於股息嘅前景嘅指引係點啦？因為之前咧我記得上一次管理層係話保命為主啊嘛，咁即係話咧。股息咧就係次要嘅考慮啦，點樣保住間公司咧係為主嘅，咁所以咧就要留意管理層對於呢一個未來股息嘅指引啦，對於內地嗰個零售業有冇復甦啦，內地嘅租金啦個預期係點啦，同埋佢資本開支嘅計劃啦嚇，咁呢一個咧就係恒隆嘅今日公布嘅業績，咁我就之前都講過啦，我而家係冇持有香港嘅地產股啊、收租股啊，亦都對香港嘅呢啲收租股咧係暫時冇興趣啊。咁呢個咧就係講咗恒隆地產嘅業績啦。嗱，10號仔咧
就比較特別啦。好多時咧有啲控股公司咧就係佢揸住啊，仲有4分鐘我睇下先嚇。OK， 咁我等陣先再拉啊，丁入嚟嗱。呢一個嗱，其他控股公司咧，佢通常揸住一紮嘅子公司咧嚇，咁啊子公司有唔同嘅業務啦，咁控股公司可能咧就本身就冇乜業務嘅，而恒隆咧就唔同啊。如果你比較恒隆，即係比較10號仔同埋101恒隆地產嘅兩間公司嘅年報啊，同埋個資產負債表咧，咁你會發覺咧，其實10號仔除咗因為佢101係拼表落去噶嘛，所以咧10號仔嘅帳面上邊咧101所有嘢都包喺10號仔嘅帳面噶啦嚇，因為佢拼表嘅。但係10號仔亦都有101以外嘅一啲業務嘅喎嚇，即係佢有啲物業咧係10號仔自己持有嘅嚇，又自己持有嘅。咁所以變咗咧，你話派息啊，咁可能咧就當然啦，佢大部分嗰個派息嘅來源咧嘅貢獻咧，都係來自101嘅。不過因為10號仔自己有自己一啲業務啊嘛，即係你當佢有啲私己嘅業務啊，咁變咗嗰邊咧可能又會貢獻下啦嚇。咁所以咧10號仔同埋101咧有少少唔同，佢母公司10號仔咧有時派息咧係可能會好過101嘅嚇，因為101咧受到內地嗰個高端嗰個消費咧影響比較大啊。咁而10號仔佢本身有啲私己業務啊嘛，咁嗰邊可能咧就會幫補下嚇，咁變咗佢嗰個派息有時咧係會好過101嘅嚇。咁但係咧無論如何啦，咁佢都係以一個收租為主啦。咁呢個喺今時今日咧唔係我喜歡嘅收租嘅一個選擇啦。